臭臭来啦，饭团。这个是臭臭，我已经把它搬进来了。上一集视频你们看到它之后说它好可爱啊，那今天我就不打码给你们看一下。刺猬这种让人又爱又恨的动物，看到旁边的黑点点没有？黑点点就是它的辨别。然后呢，今天是有个主线任务的，主线任务就是把臭臭换到它的新窝里去。这是它原来的窝，这是它的新窝，它底边面积呢大了整整的1倍。那这样呢，就是为了让它有更多的活动空间。因为身为老父亲呢，我总觉得它这个活动空间不够啊，就是它这里跑完跑人，在这一边呢，它就只能睡觉吃饭了。就比如说我们家的芝麻啊，我们家芝麻，比如说那么大一点点，它有这么大的空间可以给它跑，身体相对来说活动面积就多了很多。刺猬也是一样，所以我准备给它换个大的，就是空间更大了。饭团，你要钻吗？哦，他要帮臭臭先体验一下。身为一个大哥，这是我该承担的责任。好，体验好了。我已经感觉有一股臭味在弥漫出来了。哇！臭臭不要怕啊！哇，飞出来一个小虫子。我特意今天晚上来找它，因为白天它要睡觉嘛，毕竟是夜行动物。来，臭臭，吃吧，弄弄小屁股。去吧，你看，臭臭其实很可爱的一个动物。这是你小弟啊，饭团，喜欢吗？臭臭，不怕不怕。你看，这是它的第一个缺点，就是胆小，特别胆小。吃的永远是缓解尴尬最好的东西。先来一个。吃，多吃几根就缓解一下情绪。再来一个，掉地上了，傻子。吃了。它现在已经还算好的了。它一开始到我们这边的时候，它连虫都不肯吃。首先，这个东西怎么给它住呢？是这个样子的。我们买了类似一个这样的家居的收纳盒，非常便宜啊。这个大的是98块钱，还不是103块钱，那100块钱左右。这个东西多少钱？10几20块钱，非常便宜，很方便。就是这个呢，盖在那边就成了它的躲避屋，非常大的躲避屋。那这个放在这里呢，我准备把这个一块截掉，它就可以从这里走到这里上猫砂盆。这个猫砂盆塑料的，全身水洗，对不对？特别方便，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便宜的替代方案。整个箱子120块钱搞定。当然我们还买了一些其他的小东西啊，因为还没算。但是我先把这个凹槽挖一下，用刀挖呢会有个毛边，所以我用电烙铁把它这里热了啊，这里那个了。管你听没听懂，看就完了。好的，现在我已经用电烙铁把这个一圈啊全部都。哎，你们好像看不太清楚，哎，这么看比较清楚。我就电烙铁把这个一圈整个的给切了下来，因为是用电烙铁切的，所以这个周边呢不会有这种像刀切这种刺的感觉啊，怕把它划伤，因为小刺猬的肚子啊非常柔软啊，不太好看。就是先给它铲一点它用过的猫砂，然后这样的话还会有味道，不然里面都是屎。然后我们特意买了一个小的猫砂铲，对比是不是很明显？一个小的猫砂铲专门铲它的这个猫砂比较细啊，3块钱很便宜。然后再给它放点普通的猫砂，这跟猫一样的，天天要给它铲，天要给它铲。哎，它露头了，它慢慢的把刺收回去了。你看嘛，还是要慢慢出来才行。所以一般养宠物养刺猬啊，不得劲，不行，因为这种东西你给它4个月。我说了一个4，就把它吓回去了。你给它4个月都不一定跟它能够好好相处得了。现在要干什么呢？就是把这个它的跑人上面粘的屎一个个的用这个戳下来之后呢，放到新的猫砂盆里面去。刺猬拉的屎可比猫拉的屎多得多，因为刺猬的屎又小又密啊，猫的屎呢其实就那一块，一天去铲几下就行了啊。刺猬的屎呢，就基本是铲不干净的那种状态。刺猬最大的问题，屎多。因为刺猬呢，它是一个直肠子，它在运动的时候呢，非常容易拉粑粑，所以它是控制不住的。所以
在跑人的时候，它会自然而然的拉屎。这个跑人我平常清洗都是拿高压水枪清洗的，我自己根本不敢用手搓。然后啊，这个衣服我也不敢去碰它啊，这个衣服。然后我把它的衣服重新再放回去，放到这个里面。哎，它如果热的话，就直接可以趴在那个镂空的地方，趴在这个上面，会阴凉很多。如果它觉得冷的话，就可以钻到衣服里面去。它钻东西是很厉害的。好的，现在吃的喝的已经帮它重新洗过，重新换新的了。然后呢，吃的我不敢给它放太多，因为黄梅天嘛，容易发霉，容易坏。然后这喝的呢也给它放这里了。然后现在是把它放这里，对过。放马桶门口，放厕所门口。好，就这样。它现在呢是比较好的，以前呢它会很凶，就是吃的没有了，如果我们及时给它放，它会在它的饭盆里面拉屎来给我抗议，说你为什么不给我放吃的？所以在饭盆里面拉屎，就你不理解，完全不理解刺猬它到底是怎么想的，就它的抗议方式会有点奇怪。对了，我还给它买了这个磨爪板啊，这个，反正我不知道它磨不磨，就反正放里面吧。好，来，我们家小刺猬要乔迁新居了，来，臭臭，它刺现在挺疼的，它把刺都张开来了。这就是一个可爱，但是你不跟它完全没有办法交流的动物，你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跟它打好关系。搬新家了，我们先来自己的厕所里熟悉一下。你看，可爱是很可爱的。像一只猪插了很多的牙签。哦，它要便便了吗？难道？啊，它真的在便便。哦，它真的在便便。哇靠！啊，但那它挺好的。那算是占领地方。不是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因为它刚刚移到那个里面去之后，它就一直没有便便，它直到来到厕所才开始便便，说明它已经有定点上厕所的这种意识了。很好啊！花了我们整整4个月的时间。才会定点上厕所，然后它的便便现在粘在了它的屁股上，这就是你们看到的可爱的动物，其实非常的不好养。哦不，它又拉了一坨，这它的屎就是这么夸张，就是这么多。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我们有整整1个半月没有给大家拍视频，就是因为它好像主题就只有是屎。儿子啊，这是你弟弟啊，臭的弟弟。他很惊讶，他在努力的闻周边的味道。这就是刺猬，一个让你又爱又恨的动物。如果你爱它，就让它养刺猬；如果你恨它，也让它养刺猬。其实还是很可爱的，只要把它旁边的屎打马赛克打掉，它就是很可爱。我下来给它喂点吃的，稍微来缓和一下它的情绪，因为它现在还是挺紧张的。他就是这样，又凶又气又要吃，何必呢？所以他的心理活动就是凶死你这种。我认为他是更熟悉我们了，因为以前是完全我们手上的东西是不吃的。他现在好像要回去熟悉一下他家了，新家了。啊，他好像屁股上还有屎。哎，他先去熟悉了他的那个饭盆。他又拉了！我的妈呀！你同时看一看你的儿子在干什么。你干什么，饭团？你个傻子！好，爸爸来帮你把这个关上。来，你个傻子！哎，想把你盖起来，没机会。他现在已经在里面开始钻衣服了。然后我们不在这里直播嘛，就妈妈完全都没有办法靠近这个箱子，因为实在是太臭了。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出去出差几天，如果他在家里的话，家里会多几十只苍蝇。所以我接下来要做下一步，
因为苍蝇，我发现我们家苍蝇是外面飞进来的。我们这样开着窗户，虽然很小一块的话，苍蝇还是能飞进来，所以我们就担心苍蝇飞进来，在它的猫砂里面产卵，生了更多苍蝇，所以还是得做一个纱窗。65公分，65、25、20、65、1.5米，OK， 定做一个，这个定做一个估计要至少要1个礼拜。现在618的话，估计得半个月才能定做好。所以大家看到这边呢，觉得刺猬可爱的，你们就来我这个账号看看，自己呢也别想着去养了，千万不要有一点点想养刺猬这样的想法，千万不要有。好了，就这样吧，这个里面有它的味道，然后我们准备把这个还是移到外面去 ，OK， 因为太臭了。太臭了，我都是憋着气在拍的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家芝麻现在的情况，它现在吃饭，但它好像体型的确小了很多。它现在感觉是闭着眼睛，其实不是，它是被眼屎糊住了眼睛，所以我们准备再拿那个生理盐水还要给它擦一下。但感觉它吃的还是很开心的，颊囊里全部都塞满了。芝麻来，可以看一下它的眼睛，它的眼睛基本上是被那个眼屎糊住了。所以它现在很难用视觉来那个，这是生理盐水戳了棉签，所以你们有的时候看见它拍的照片，眼睛旁边湿湿的，因为我们拿生理盐水给它泡过了，擦过了，然后等生理盐水把这个眼屎稍微化开一点，你看眼睛就有一点点可以张开来了，可以看到它现在眼睛张开来了，另外一只眼睛也张开来了，对吧？来，再给你擦一下。那现在眼睛可以睁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把它放回去。然后给它沾湿了之后，它是会擦一下自己眼睛的。平时它这么擦眼睛，已经没有办法把眼睛上那个眼屎再擦掉了，得人工给它手工擦了。然后我现在给它做了个细节上的改动啊，就是它两边的口，我本来是通的嘛，现在都拿东西给它遮住了，两头太空了，它能看得到外面。不够密封，没有私密的空间，所以我两边把它盖起来。你看它现在走路也是一颠一颠的。哎，它叼了个什么？叼了个菜叶子。它现在得多吃一些这样纤维类的东西。然后我们现在把它盖回去，希望它可以继续撑到7月2号。然后就是它来到我们家的整整的第2年了。来，大家把小芝麻长命百岁打在公屏上。